哎呀呀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已经在吉隆坡了。这一次呢，在准备吉隆坡之旅之前啊，我做的一些小准备也想要分享给你们啦。吉隆坡呢，它目前持台湾护照呢是可以30日免签证，但因为在去年12月的时候，马来西亚政府呢就开始要旅客填写数位入境卡，而且这个数位入境卡呢非常的有趣，它必须要在你入境的前3日才有办法做填写，所以你想要提前写是没有办法的哟。而且这边也要提醒大家，除了数位入境卡之外啊，你最好先把你的机票、来回机票都印出来，还有你的住宿地点也印出来，一起交给入境的时候的移民官看，因为他会一次就帮你做一个检视，你就会非常快就可以通过了。第二个部分呢是网卡，这一次我跟许先生呢都是用 eSIM 卡，这个 eSIM 卡呢我是在虾皮上面购买的，我们现在试用的过程中呢，其实觉得还不错，你们如果想了解的话，也可以看我的说明栏。第3个部分呢是机票，我们这次机票的部分是挑选了马来西亚马印航空。这个马印航空呢，虽然它是联航，可是它的行李却有20公斤，我觉得非常的超值，所以我们这次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是完全无障碍的。但它的飞机餐呢，一样是要用加购的方式，非常的 cheap 哦。我们也开箱给大家看，它是有点类似照烧鸡肉啦。你看照烧鸡肉块，然后还有一些许先生最讨厌的红萝卜、花椰菜，蛮好吃的，我喜欢吃飞机餐。而且在座位上，我跟许先生全程是可以叠脚坐的，在位置的空间上，我是非常的满意哦。第4个交通，我们昨天晚上到达吉隆坡的时间大概是晚上10点多的时间，出关又花了2个多小时，所以我们踏出机场那一刻已经是凌晨12点了，接近1点的时间了。这边跟大家说，你从吉隆坡机场到市区总共有3种方式，第一个是机场快线，第二个呢是机场巴士。我们昨天出去的时候想叫 Grab， 结果发现没有 Grab 要接我们的单，夜间没有人要接 Grab 啦，所以我们只好呢找计程车。那计程车它有分2种，一个是在机场里面，它也有一个计程车站，你可以去问他，然后把你要去的地方告诉他，他就会给你一个价格。那我们估出来的是198块马币。非常贵，然后我们去问外面的排班计程车呢，也是要175块马币，因为毕竟是夜间嘛，所以只好让他们赚这一笔啦。价格我觉得在台湾也差不多，因为他们市区到机场，机场到市区差不多也要1个小时。1个小时，我们昨天大概整整坐了1个小时的车回到我们的饭店，是蛮远的，是蛮远的。所以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是搭晚间的班车的话，我如果多人的话，会建议你们事先就包车啊。但是如果像我们2个人的话，好啦，找计程车安全又方便，好吗？好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马来西亚这边的电压跟台湾的电压是不一样的，它一样是要有3插头的国际那个转接头，所以提醒你们来这边很多住宿都没有那个转接头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自己带，不然你就会变成没有电的朋友。10万伏特皮卡丘。马来西亚的时差跟台湾的时差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你在台湾几点过来就是几点。以上这一些小提醒就提醒给大家喽，那我们要出发去玩喽！皮卡丘。一早我们来了市场街，我拿到令吉了，谢谢许先生，跟着当地人过马路。好了。Thank you 。我在这个城市会永远过不了马路，成功进到市场街了。其实我觉得市场街蛮贴心的，你看它上面很像我们那个高雄的南华市场，有没有南华市场啊？大老远跑来这边逛南华市场，不可以耶这个，但是走起来非常舒适，因为它上面是有屋顶的，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在里面是不会有那种照到太阳的不舒服感。它旁边的摊位给我的感觉很像香港的女人街，就是卖一些比较便宜的服饰啊、鞋子啊、包包等类的东西。进来市场街之后呢，发现这个豆豆叔叔很多人在排队，然后他就是卖豆浆水，豆浆水就是我们的豆浆，还有豆浆加凉粉跟豆腐花，豆腐花就是豆花。它的豆浆全部都是在瓮里面这一坑。大老远来吉隆坡喝永和豆浆，有甜的永和豆浆，蛮好喝的，其实蛮好喝的。而且夏天其实蛮解渴。没错没错，在这里就是它豆豆叔叔，甜度大概8分甜，8分甜。我看它那个糖咬一吃下去，我就知道赞的，它是有在摇糖吗？我以为它直接那个喝，很解渴。赞啦，赞的啦，要不要再买一杯？找到喝酒茶店了，外面满满的人，快点先去抽号码牌。
这边的菜单是你自己要写名称，它的 menu 排的蛮好的，一定要吃这个。来喝酒茶店呢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要吃它的卡央吐司，还有生鸡蛋。我们先来打蛋仪式。咸不咸，兄弟？你看起来不是很擅长厨艺的部分。呀！它这个蛋真的算是那个深度，算是刚好在7分的左右。他们家算是蛮贴心的，还有附卫生纸，因为我听说很多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餐厅是没有附卫生纸的，所以我自己出国前我还带了2大包。吉隆坡的鸡蛋，生鸡蛋就是要加一点酱油。你拍 B 弱了没？还在怎样？还在休息放年假是不是？要撒一点胡椒，再撒一点酱油，适当就好。胡椒可以再多一点，胡椒可以再多一点。接下来打蛋仪式。好吃吗？他们的卡央吐司，表皮是煎到脆脆的，这样黑金。中间夹那个什么奶油啊，他们的奶油很好笑哎，弄的是像这样，而且不是铺满哦，你看就这样，不可以哎，小气哎。先来沾沾看，看起来真的是猴眉。我只有大的神好吃，没有到神好吃啊，夸张喽。我觉得神好吃哎，可能对淀粉控来说，这个是神好吃的境界。你看那个，应该是说，我觉得那个卡央吐司我单吃的话，我会不喜欢，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你觉得太甜？因为它的卡亚酱是甜的，奶油里面一条一条的奶油是冰的，但是加上那个蛋之后，确实有整个中和它的味道。它的蛋加一点胡椒其实香，跟酱油整个酱香气很够，再加上它表皮很脆脆的，难怪人家说他们家的卡央吐司啊是很多家比较起来最好吃的。因为我怎么吃起来有点微焦的感觉？我喜欢呢，我喜欢它那种微焦的香气，就是它有点过分的焦了。我觉得它再烤再多一点点，就会变得超伟大的味道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焦香气。我觉得它给2颗蛋真的是有点多。后来我才知道啊，如果你沾吐司没吃完的，你就是这样喝掉。而且喝蛋花汤哦，不会恶心，真的不会恶心，真的。但我觉得胡椒好像可以再多一点。你们就适当的加，慢慢的加，调到你最喜欢的味道，你再直接喝下去，下掉。喝酒要来喝海南茶，这个海南茶呢，据说是吉隆坡马来西亚的特色，里面是咖啡加茶，所以叫海南茶。他们说是好像还有一点炼乳，对不对？哦，淡奶跟炼乳。哦，淡奶啦。其实你们如果不知道饮料怎么挑选的话，不用担心。喝酒的菜单上面每一个都有标注说这个茶里面是加什么跟什么。我根本没有在看，我直接看菜单拿过来，第一个还有大拇指的，我就直接点下去。很复杂是不是？很复杂，各方角力，茶的味道也浓，咖啡的味道也浓。等了好久，我们的椰浆饭终于上桌了。椰浆饭他们又俗称叫辣死你妈。我猜测应该是这个真的会辣死你妈。纳西拉玛，很可爱的名字哎。我们今天点的是有炸鸡腿的椰浆饭，这跟我们楼下自助餐好像。你不要讲，而且我都一定会点这个炸花生，还有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凤尾鱼，他们的小鱼干。小鱼干啊，反正我就是去自助餐，我一定会夹这2样，然后再点我的炸鸡腿。你真的不要亵渎马来西亚的神菜哦！我跟你说。他们家的看起来感觉干干净净的，感觉很好吃，而且椰浆饭是我们常看到的长米，用椰奶煮过的米，饭是煮的蛮好的，因为它的饭非常有颗粒感。它会辣吗？重点？我觉得辣度还好哎，没有我想象中的真的是辣死你妈那种辣度，不会，煮的蛮好的，淡淡的椰子味会直接在你舌尖出来。这个生八酱啊，我反而觉得它卤味蛮重的。它整个辣椒酱，对，它整个辣椒酱走的是那种鱼露派的。我觉得这道菜的重点还有一个部分是在这个鸡腿，有比我们履历还好吃。你真的不要拿台湾自助餐来比耶，是多汁的鸡腿啦。可是你说到惊艳我觉得好像还好。刚刚你的左手10几份大拇指，油亮亮的，它那个油光很赞哦。我们来买最有名的罗汉水，因为它里面满满都是料哎。冬瓜茶哦，冬瓜茶。
下面很多料的冬瓜茶。一直吃到东西耶。里面这个是什么啊？罗望子哦。罗汉火龙眼冰糖炖冬瓜，所以它那应该是冬瓜冬瓜渣渣。好喝哎。原先我本来以为它会非常甜，而且在这么热的天气啊，我喝觉得很爽哎。里面的料也觉得很好吃，它的冰度很够，所以如果来逛，然后你们很热的话，除了豆浆之外，我觉得这一杯可以买，真的很解渴。找到我想吃的蔓煎糕了，职场间的蔓煎糕。我觉得蔓煎糕好像我们台湾的某一种食物。梅亚煎，不要蒸啊！哎呀，嘉义那个梅亚煎啊，根本就一模一样啊！厚厚的啊，我觉得华人食物其实都还蛮像的。真的。可是它跟我们的梅亚煎不太一样，你看中间这里，它是花生颗粒。很大块的花生颗粒，我最想要吃边边那个被小姐姐买走了。前面阿姨就说我要那个边边，还指定呢哦。对呀，我的边边。可是它这个超便宜嘞，它这样才1.8块而已，1.8块，好便宜哦。还蛮厚的，我来吃吃看。因为我们台湾的蔓煎糕再10年一点点，请证明台湾的是梅亚珍。哦，对，我直接给人家换名字，比台湾的梅亚珍再粘牙跟湿一点点，它吃下来不是像我们的梅亚珍比较松软，像鸡蛋糕厚厚的鸡蛋糕。我发现这里的食物应该是偏对你的胃，非常对我的胃。虽然我没有拿到最边边的地方，它这里一样是脆脆的，中间软软 Q Q 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便宜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吃完喝酒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它隔壁有一个好像是100年老店的品泉茶室，生意超级好。他写130年，好老哦，比你跟我还要老，比我阿公还老。这个品泉茶室啊，大家进去好像通常都是买它的蛋挞跟一些小点。我刚刚看到这个蛋挞上面有写一个招牌，点起来，各位。你现在是蛋挞品鉴师 Level 3呢，你去世界各国全部都在吃蛋挞。我要来吃吃看有没有比香港的蛋挞好吃。甜度我觉得算是适中哦，没有到非常甜。塔油的地方很香，其实蛮好吃的。这样一颗好像2.5块而已，很便宜。14块，超便宜了，比香港便宜很多耶。我会买哦，如果我吃完喝酒，我应该会买，因为蛮好吃的，馅也蛮多的。除了蛋挞之外，我刚刚发现还有一个我非常有兴趣的东西，就是它的芋饺。芋饺那么大一块，对吧？哦，港芋饺，它大概是3.9马力左右。外面就是像港式的蜂巢，有点炸到熟熟，摸起来还温温的。怎样？好丑，鼻子好大！你刚刚鼻孔好大，我的天哪！大家给我注意，只要我鼻孔放大，就代表这东西无法控制。好吃啊，各位！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刚炸出来的，温温热热，外面的皮很酥，但不是那种刮嘴的酥，是酥薄膜般的酥酥脆脆。很好吃，而且它芋泥不抢戏，里面的那个肉燥，我觉得有点像是香菇肉燥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它比台湾的芋饺好吃很多哎，它整体吃起来是松松软软的，非常好吃，比蛋挞还让我惊艳。你们来芋饺都点起来，它里面的酱很赞，它里面好像位置咬到香菇还是肉末那种 Q 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有香菇有芋头的东西哦，还有肉燥香，甘丁甘丁。他告诉了我想要拍照的地点，有人要去合照了。我们走进来鬼仔巷了，假日人真的蛮多的。走进鬼仔巷之后呢，反而觉得凉了不少。里面都有一些装置艺术啊，打麻将喽。你要做这个？谁家是那个大四喜？大四喜，哦，这个台数最大，所以他现在缺什么？缺1万，缺1万他就补了，掉1万。哇，赶快给我打1万哦，各位！哎，它里面也有一些餐酒馆呢，你看打包，然后有很多外国人在里面。哦，李小龙，麻将啊，到处都是麻将牌子。我们俩划着船儿走。它的肉干看起来很好吃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买看看。而且因为没有办法入境台湾了，所以我们就买个2片试制口味。许先生买到猪肉干喽，这样多少钱啊
这样12块。12块。你看它的肉干大概是这样子，这个薄度。好喜欢吃肉干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哎、有比丰原好吃吗？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们自己行吧的那种烤肉，有炭烤味，好吃哎、意外好吃哎、比丰原好吃。没有，丰原还是最好吃的。你们来市场街可以买，我觉得这个烧肉超像自己刚刚炭烤出来的，炭烤味超重，蛮好吃的。蜜汁味也很甜，很好吃。快乐的小胖子。害我来收一下肚子啊！来了中央市场。刚刚逛完鬼仔巷之后呢，我们就决定到附近的中央市场来晃一晃，因为鬼仔巷那边真的是很热，非常的热，没有，鬼仔巷那边已经算不热了，是除了鬼仔巷以外的所有地方都超热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找一个中央市场。一进到中央市场啊，我觉得我整个人获得救赎了。它里面的冷气其实蛮凉的，空间也非常的大。我刚刚这样子四处晃一下，就发现这个中央市场里面啊，卖了很多异国的伴手礼，像那种手工艺品啊、珠珠啊、吊饰啊。除了这些美丽的饰品之外，还有我最喜欢的编织包。我刚刚一度被那个编织包给迷上了。虽然说很多人说在淘宝上面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啦，除了我刚刚看到的那些手工艺品之外啊，这边其实卖了很多当地的小点心，大概也就是这样子。你们如果想要来吃饭，这边其实也有很多异国料理的餐厅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家大小来，觉得吉隆坡太热，中央市场的确是可以当一个休息站，到处走走晃晃，吃吃东西，蛮好的。我这边有一个地方我要推一下，就是他们的厕所还算干净。他们的厕所是要花多少钱啊0.5令吉。这边的上厕所是要钱的哦，0.5令吉，但是进去非常的干净，可以。还有含卫生纸哦，推啊，这个景点。宋记牛肉面，许先生刚刚在 Google Map 上面找到一家他非常想要吃的路拌米。他吃完市场街的小吃，他觉得不够看，所以他就找了附近一个也是 Google 评价蛮高的，而且有2000多评论的一个宋记牛肉面。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店员因为不太会中文，他就直接拿荧幕给我们看，说只剩下这些。我们就点了里面的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的干面，一个牛肉干面跟一个牛肉片、牛肉碗汤。综合汤，这是 mix 的。因为它里面就是有几片牛肉片，跟它最有名的牛肉丸。它这个干面呢，我们刚刚拌酱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非常的 heavy 耶。它的面有点像是我们在香港看到的那种细干面，拌上浓浓的牛肉酱汁，有点像黑到发亮的。我不得不说，终于看起来稍微好吃了一点。前面的东西我都觉得没有打中我。我刚刚有偷尝了一下那个肉燥的味道。非常之够味，我非常喜欢它细面的口感，因为它细面煮的刚刚好，还保持那个 Q 度，甚至比香港的那一个馄饨面，我们吃的沾仔记的那个干面，我更喜欢。这个面体非常的有嚼劲，我觉得它的口味跟台湾的不太像，可是就是有一种同源同种，可是两个人就是失散多年的兄弟那种感觉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可是来台湾之后就发展成另外一个派系，变我们的阳春面，然后可能在东南亚这边就是留下来他们这种肉燥的味道。可是你本质上是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同源同种。它的肉燥啊给的非常的多，我一开始觉得颜色好深哦，感觉会很咸，结果拌着面吃，意外不会耶。其实不会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这个我觉得很喜欢。我到这一刻开始才正式的有来吉隆坡的感觉。它这一餐可能是我们今天吃到味道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重的，我很意外，因为我看图啊，一开始总觉得那个酱颜色好深哦，味道一定很重，没有，意外的是目前吃过最不重咸的一餐牛肉片。它的牛肉片是那种咬起来非常嫩、非常嫩的牛肉片，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牛肉丸。我们刚刚一直在点餐的时候犹豫，就一直很想要试试看它的牛肉丸。有冷气的地方，在吉隆坡就是天堂啊！而且我们现在来，因为刚好是那个非尖峰时刻，所以人没那么多。如果你们有来市场街，想要找一个中式的正餐，我觉得宋记牛肉还不错。市场街附近呢，我们来了一家非常有名的红记瓦包鸡饭。我们刚刚在它营业时间4点半来，已经坐满了。
可是它的内用空间很舒服哎，它内用空间是509耶。只要在吉隆坡有冷气的店，我真的是大为赞赏，直接先给个赞。它有名的瓦包鸡饭啊，我们在点的时候，姐姐就跟我们说要等20分钟，因为他们都是现场炭火烤的。它的选项没有很多，反正就是瓦包鸡饭点下去，然后要几人份，1人份还是2人份？我强力推荐大家先点1人份，因为我们刚刚1人份神大神大一份这应该不是1人份，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做大的吧，这我不太相信是1人份，这1人份哪吃得饱？因为我们刚刚跟姐姐说我们要1个人吃的。这么大一份，这1个人食量很大，是不是？刚刚上桌的时候，许先生马上就说：“这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”给你们看一下他那个饭，但是我觉得它跟我想象的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它本身有个姜味，然后饭的味道其实没有到非常的浓郁。它的饭超级粒粒分明，不是水汽很多的。我本来以为这种淋酱油啊，照理说它应该会吃起来是软软湿湿的，不是，它吃起来米粒感很像粟米耶，有点像鸟饲料的那个粟米，非常颗颗分明。它是粒粒分明，但是它不是那种煮不熟的密密分明。对，它一入口反而让我觉得很像台湾的麻油鸡，有一点那种味道。对，麻油鸡啊。你们都回来点瓦包鸡饭啊，一定要加一颗蛋，因为我觉得加蛋之后，它那整个滑顺感会更浓郁。加的好像加2块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很像麻油鸡。超级麻油鸡。我们的台湾麻油鸡有一个酒味，他们这个饭里面酒味的来源是那个腊肠，它的腊肠超级久。它颜色整多淡起来啊，虽然黑压压的，可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导游很咸的味道，跟我完全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它的鸡肉啊是鸡肉块，不是完全都是腿肉那一种，所以你们要吃要小心，因为它里面还是有骨头哦。还有骨头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下面的锅妈的部分特别好吃。你喜欢吃麻油鸡的人，你就会很爱他们的瓦包鸡饭，就是麻油鸡啊。而且还搭配一杯吉汁，我觉得很赞。这个组合我很喜欢。我们等一下去看双峰塔，在走到双峰塔之前呢，意外经过一个沙威玛 City， 许先生立马就被他们沙威玛给打动了。突然想吃沙威玛，因为我跟许先生是点了一个综合拼盘，有鸡肉跟牛肉，它也有单点条状的沙威玛啦。如果你们不想吃这么多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单点它的沙威玛就好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它拼盘里面除了薯条之外啊，还有附这种酸奶酱。我们的肉里面是有牛肉跟鸡肉，因为它是 mix 版。如果不沾酱，它的沙威玛有味道吗？有，很有味道。里面有一点点沙沙酱的感觉，是会辣口的哦。它附的这2碟酱，就是它卷饼里面夹的酱，辣酱，然后酸奶酱。如果你味道不够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再加强。蛮贴心的。来吃看牛肉，像鸡肉我觉得蛮好吃的，不会到很柴。因为评论上面其实有人说这一家的鸡肉有时候会吃到冰冰的，可是我觉得还好毕竟是现做的。吃完沙威玛走过来就看到双峰塔了，近看真的好大哦！而且这里有个人文特色，就是你看到对面的人行道到处都是拍照的人，满满都是人呐。我们走到双峰塔附近呢，这里真的是人山人海哎！而且这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，就是你走过来的时候，会有一群人，不是1、2个，是一群人问你说 photo， 他们都非常专业，因为他们都是架2只手机，然后上面有很多大光灯，所以这边形成了一群妹子在路中央，然后有很多摄影师在帮你拍照的一个特殊景色。这算是一个特种的商业行为吧，我觉得。到处都会有人在帮忙拍照、讲解，非常的专业，非常之专业。许先生现在萌生的想要请他们拍照的一个念头。我们现在在等人家帮我们拍照，因为我们发现一张其实只要10块令吉，大概70台币。非常之专业，你们看还会教你们怎么摆 pose。你拍完照片之后呢，他就会带你到旁边去。One photo 10 each， 就是1张照片10块。哦 ，OK。所以看你要选几张，我们就选1张就好了。And then you choose which one you want. If you like, you just take. 就是喜欢就按个爱心这样子。Up to you. Which one you want? 我们刚刚拍完照了，我觉得他们的商业模式真的很厉害。它就是属于一开始告诉你说1张照片10块令吉，但是呢，你站上去那个他们的 model 台之后呢，他就会一直教你摆 pose， 狂拍，各种摆 pose， 单人的、个人的，然后所有什么样的做 pose， 他全会帮你弄好。
你至少会在上面拍个，我觉得10张有哦。不止，我刚刚看那一组就是那个家庭大概拍了20几张，然后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带你到边边角角的地方，然后跟你说，哦，随便你开心选几张就选几张，但是一张就是10令吉，所以你一个不小心呢，你就会10张全选，哇，700块。不得不说，他们有一些拍的还不错。他的角度抓得非常的厉害，他们都知道哪一个地方是双峰塔最漂亮的位置，而且他们有打光，所以整个看起来就会非常的 pretty。最厉害的是旁边还会有侧拍的人。对，他旁边他会就一直跟你说，哦，你要不要加侧拍？侧拍只要再加多少钱就可以咯。所以你本来可能只要挑2张照片，你一个不小心就变成7张照片，然后再加上侧拍呢，你可能就变成20张照片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照相产业哦，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冷静。像我们就是坚持说，哎，我们就挑1张或者2张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他就会说，哎，我全部算你30块或40块这样子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杀价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刚刚超厉害，我们总共拿到了7张照片，30块。因为他就一直说你们钱很多，这个可以拿可以买，这样很便宜，千万不要上当。反正你就是跟他杀价就对了。说便宜也没有很便宜啊，因为这是我们2个人想要合照，因为我们就2个人来而已嘛。如果你其实有朋友来的话，大家互相拍，其实也可以拍到一样的效果。我们这样子拿到的照片其实蛮漂亮的，再给你们看。我觉得如果这样算下来，我们这样是多少？210哦。210啊。210，然后7张电子档，你们自己评估。我是觉得蛮值得，是一个回忆哦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就是我们2个来嘛，留下一个回忆，还不错。就是婚纱照啦，婚纱照。不要讲那么可怜，你婚纱照跑来这边，请这边当地人帮你拍，用手机拍。我觉得它就是吉隆坡的婚纱照，所以要挑多少张你们就自己决定喽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是可以体验看看。我们刚刚在双子星塔拍完照之后呢，就默默的走到这个 NY Curly House， 生意非常之好，而且我发现他们家里面有最想要吃的落地 T 恤。我觉得这间店的地理位置真的超赞的，得天独厚，它后面就是完整的双子星塔的一个夜景，有够漂亮的，而且他们又有卖这个，根本就是人手一只。这个落地 T 恤呢，我看到非常多人说来这里一定要吃吃看，因为它好像据说是印度穆斯林一个很特别的料理，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穆斯林餐厅。除了这个饼之外呢，它还会附一盘炼乳给你。我觉得这个食物感觉就是中看不中吃的一个食物。别这样，你给他一点信心。有一点嚼劲哎，你看它剥下来就有点像是 T 恤，真的很像卫生纸，这么薄。哎呀，你这个暴力鬼！一大盘炼乳这样子给它淋上去，我只能说炼乳很好吃啊，饼没什么味道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越嚼越有那个饼的香气，算是偏甜。我现在被那个塔有点困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一个抱着塔吃塔的女子，很微妙。而且背后还有2只塔，我好微妙。还点了一个拉茶，但是喝起来姜味很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许真，你是不是点错啊？我们的炒面上桌了。我们刚刚发现啊，我们点的好像不是炒泡面，是炒面。你有发现吉隆坡的食物看起来都欧噜噜吗？每一样基本上面都欧噜噜就是颜色都比较深一点。它的这个面是有锅气的，其实蛮好吃的。其实不错，对啊。我觉得如果是宵夜吃到会蛮开心的。NY Curly House 的物价真的是很便宜，它基本上每一道料理都是大概3-4块马币。我觉得点下来根本完全不心痛超级便宜的。我觉得吉隆坡物价真的算是还 OK 了，蛮便宜。尤其有这个景，吃完这个景，你根本不用去什么高空酒吧。我觉得这里又平价，东西也好吃，景又漂亮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先收个尾哈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哦，我们已经累歪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说拜拜哦。明天继续冒险，拜拜。然后电压不用了啦，还电压？你是神奇宝贝，你是皮卡丘，我们就直接出发探险了，好不好？我讲一下，就跟泰国一样啊，这个就是小 tips。